你知道在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近3500万个，比台湾的总人口数量还要多吗？有些地方还形成了光棍村，其中的许多男性呢一直找不到结婚对象，甚至付出天价的聘金都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剩男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中国男性的人数呢，足足比女性多出了3490万，是全世界男性比例第7高的国家。特别是在农村，男性更加找不到结婚对象，甚至出现了许多全是大龄单身汉的光棍村。那为了娶到老婆，男性需要比以前付出更高昂的聘金，一些地方的聘金呢，甚至涨到了几十万人民币。不过很奇怪的是，在城市里面却又变成剩女占多数。在大城市的相亲聚集地相亲角当中，往往是9个女性要抢1个男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农村男性想结婚有多难？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到了城市，怎么又变成女性找不到结婚对象了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了。除了经营志奇七七频道，我们简约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营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当中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同事们普遍都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1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根据2021年中国第7次人口普查，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是105，男性比女性的人数多了3490万。在20岁到40岁的适婚年龄段的男性也比女性多出了1752万。而这个问题在乡村地区更加的严重，中国许多乡村的男女比例高达了110，甚至像上海的乡村地区的男女比竟然高达了130。所以中国许多乡村男性根本找不到结婚对象，出现了许多的光棍村。例如安徽省的这个老鸭村村里面有40% 的男性找不到老婆。还有云南昭通的某个村庄村里面好多年都没有人结婚，但是男性一听说有女性要回村里，就会聚集在村口迎接，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然后农村的女性也不愿意留在乡村跟当地的男性结婚，女性为了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常常选择跑到经济更好的城镇，与更有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结婚。但农村的男性呢，因为是家中独子，得承担照顾长辈的责任，需要留在农村。这种种的原因都让他们很难找到老婆，甚至呢，就算已经有了论及婚嫁的对象，想要顺利结婚，也得付出高昂的聘金。中国的传统习俗上面新人准备结婚时，男方需要给女方钱与礼物作为彩礼，类似台湾的聘金。例如呢，很多地方的彩礼呢是3金、5金，也就是金戒指、金手链、金项链等等的金首饰。而最近几年呢，为了能够顺利娶到老婆，中国男方给的结婚彩礼越来越多。像是河南省这个拓城县等地呢，彩礼从6万6、8万8人民币一路的飙升。后来呢，干脆按重量来算，要求彩礼当中100元人民币的重量呢要达到3斤2两，换算过来差不多是15万人民币。而在彩礼最贵的江西，平均男方送女方的金额高达了20万人民币以上。另外中国大城市呢，虽然不太注重这个彩礼的习俗，但却也很注重男方的经济条件。男方有没有车子、房子、票子，会大大的影响到女方的结婚意愿。在中国大城市女性呢也会想要找比自己学历经济地位高的男性，结果最顶尖的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呢，反倒成为了剩女。在北京上海等等的大城市当中呢，都有相亲的聚集地相亲角。例如在上海的人民公园相亲角呢，未婚子女的父母聚集在公园里面，挂着那个写着孩子基本资讯的海报，用摆摊的形式推销自家的儿女。在相亲角，男方父母呢常常强调儿子是高学历、高收入、有房有车，而女方的父母呢却只强调女儿的相貌与年龄，甚至有些家长呢还要刻意的隐瞒女儿的高学历。这是因为在城市里面，大家选结婚对象呢，也是俗话说的男低娶女高嫁。许多的父母呢，怕自己的女儿学历收入太高，反而会让男方产生压力而不考虑。这样子的观念之下呢，城市的白领女性难找到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更高的男性对象，反而成为了剩女。
在相亲角往往是9个女性的家长要抢1个优质男性。中国官方的调查报告也证实，未婚男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而未婚女性呢更多集中在城市。有不少人说，这就是一流男性找二流女性，二流男性找三流女性，剩下一流女性与未流男性。结果白领剩女与农村剩男都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也有人说，这些难题其实跟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有关。1950年后，中国的人口开始爆炸性的增长。为了控制人口增长速度，1979年中国政府宣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能够生1个小孩，超生的话呢，夫妻将被公司开除或罚几十万人民币。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民众呢，仍然非常的重男轻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男孩被看作是家中的劳动力，只允许生1个的话呢，大家都希望生的是男孩。所以，即使政府明确的规定，医生不能够在生产前告诉父母胎儿的性别，仍有许多的家庭呢贿赂医生，想尽办法知道胎儿的性别。一旦发现是女孩便去堕胎。这种只留下男孩的选择性堕胎呢，让中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严重的失衡。1990年呢，中国新生儿的男女比是111，到了2005这个比例甚至飙到了121。这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出现了大量的光棍，更有可能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的光棍村这些地方呢，男性酗酒赌博的现象很常见。另外呢，社会上面也常常出现拐卖妇女的状况，许多的年轻女性呢被非法的拐卖到农村，作为童养媳或被迫生育的工具。根据联合国统计，2006年到2007年之间呢，在中国公开报道的800件拐卖事件当中，女性占到了61%，而且年龄集中在12到25岁之间。那么之前呢，也做过徐州8孩母亲事件。2022年呢，在江苏徐州发现了一个女性一直被人用铁链拴住，关在一个破屋里面，还被迫生下了8个孩子。虽然说呢，这些问题不一定直接跟性别比失调有关，但是经济学家艾德伦德研究中国的性别比与犯罪率发现呢，中国的男女比与犯罪率呈相关性。16到25岁的年轻人里面，男女比每上升 1%， 暴力与财产犯罪率呢会升高 3.4%。他指出，在1988到2004年之间，中国的犯罪率升高了 82.4%， 这其中呢有1/6是由性别比例失调而导致的。许多人认同这篇研究的观点认为如果不重视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社会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犯罪。而对此，中国政府也坐不住了，开始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人口性别失调与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中国政府呢也开始调整相关的政策。2015年，政府宣布一对夫妇可以生育2个小孩，到了2021年又进一步的放宽允许生3个小孩。政策调整之后呢，中国新生儿男女比例有所下降，从2005的121下降到了2021的111。不过这个比例呢仍远高于联合国指出的正常值105。另外，中国政府呢也试图直接整顿高价彩礼乱象。中国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整顿河南、江苏、四川等地的乡村的婚姻习俗，改变当地讲究喜宴排场高价彩礼等豪奢的作风。而这个决定呢也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决议立法禁止透过婚姻索取过高财物等行为，并且如果一方以彩礼为名呢假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呢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将支持。而除了这些内部政策调整也有专家建议可以引进更多的外来女性移民跟移工，改善性别比的失衡状况。不过也有人说，中国的农村大龄剩男可能在国际婚姻市场上面也没有什么竞争力，其他国家女性未必愿意来中国的农村结婚定居。在研究中国的男女比例问题之后呢，我们发现不管是当初人口暴增时提出计划生育，还是现在直接禁止彩礼，中国政府呢都很喜欢用强硬的方式处理问题。那么觉得这一点还蛮有趣的但是像禁止彩礼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呢，我们担心只会让民众表面上面减少彩礼，但实际上面彩礼可能变成买房给存款等等的其他方式。毕竟人们的结婚焦虑价高娶低的传统观念，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们自己在看这些研究资料呢，看到了各种剩男剩女、娶妻、嫁人这些用词的时候，也常常觉得很别扭。要把这些词念出来呢，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呢，以我们的角度来看，会有点疑惑：单身真的这么糟糕吗？为什么一定是男娶女、女嫁男呢？不过，虽然我们觉得很多人单身这件事情可能本身还好，但随之引发的各种乱象确实是严重的问题。而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表面上面的禁止之外呢，我们觉得或许更重要的是要从源头开始找到改善这些问题的方法。例如，改善社会养老制度，让农村男呢不会必须要被绑在家里面养儿防老，或是让他们有更好的经济条件，能够在工作或者是其他地方实现自我价值。另外，我们感觉很多社会问题会产生呢，也跟社会观念有关。
如果女性不用靠结婚来提升阶级，男性也不会因为经济条件不行受到歧视，那么可能大家的单身焦虑也就相对的没有那么强了。所以除了政府作为民间意识的觉醒，由下而上的形成改变动力，这也都很关键。只是在中国这样子的环境，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出现一些由下而上的改变力量呢，就很容易遭到官方的打压。短时间内想要改变社会观念，恐怕也不是太过容易。那当然，这也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留言分享哦。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呢？我觉得用强硬的手段改变人口结构，甚至限制女性出村。我觉得要从改善社会福利制度入手，让他们没有单身焦虑。所以大家的观念得改变，现在不结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的剩男问题。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徐州八孩母亲以及中国一胎化政策。那么今天的这期西装被告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